从税收视角看我们经济的现状与突围之道。谈古论今，看天看地，大家好，我是乐龙。今天我想带大家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，政府税收的角度来管窥我们经济运行的现状、挑战和突围之道。为什么我们今天单从税收角度来看经济呢？首先，税收数据只来自于税务总局一个职能部门，大概率会比统计局等这些综合数据部门的数据更干净、更纯粹，可信度也更高。其次，富兰克林说过，人生有两件事不可避免：第一，死亡；第二，税收。税收与经济关系密切，它覆盖了生产到消费的几乎各个环节，是经济运行真正的最全面的影响。我们的税收从2024年以来发生了结构上面的比较大的变化，出现了税收收入的总收入下降，税收收入占比下降，主要税种的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降幅扩大，非税收入逆势增长等等新特征。解剖这些新状况，或许就能够帮助我们把握经济的脉搏、成色和突围之道。首先，我们看看税收的总收入。2024年1到5月份，中国实现税收总收入8.05万亿，同比下降5.1%。这个数据从2023年5月开始，已经连续12个月延续了负增长态势。我们的税率并没有大的调整，那总额下降就只能表明税基在缩水。我们的税基不外乎与所得挂钩，主要就形成了所得税；与流转挂钩，就形成了增值税、消费税等等这些流转税。税基缩水意味着无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流转额，还是经济活动最后结果的所得额都在减少。这种减少的趋势是什么样子的呢？1到4月份税收总收入同比是下降了10.9%，1到5月份呢下降5.1%。数据在进一步的趋弱。单看5月份，中国实现税收总收入1.35万亿，同比下降了6.05%，而上个月4月份税收收入同比是下降4.85%。单看5月单月的数据也在进一步趋弱。以上数据意味着经济活动在收缩。至于这种收缩是量的收缩导致的呢，还是价的因素导致的呢，还是价量双杀所致的呢？我们需要后面更多的数据来辨识。看完了税收总额，我们再来看看各个单项数据。先看个人所得税。2024年1到5月份，中国实现个人所得税收入6072个亿，同比下降6%。这反映的是应税的居民收入在减少。所谓应税居民收入，是指达到了5000块钱这个个税起征点的居民收入。这个个税数据与财政口的另一个数据，也就是中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收入的变化，是能够相互匹配、相互印证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五险一金中的一项，是必须要缴纳的。1到4月份，这个基本医疗保险收入是5654亿，同比下降了23.9%。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1季度全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同比是在增长的，而且增幅超过了6.8%。这两个数据或多或少有点相互掐架的局面。如果我们假设这两个数据都是可靠的，那就只有一种情况才会出现，那就是收入达到个税起征点5000块钱的人群在减少，低于起征点的群体在增加，意味着就业结构在发生大的变化，更多的人流流入了低薪的灵活就业岗位，触达个税起征点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并不乐观。这个我们可以从消费数据上面得到一定的印证啊。中等收入群体减少，大概率会导致消费需求萎缩。1到5月份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，也就是社零总额，累计值19.5万亿，同比增长4.1%。这个数据是创了2023年2月以来14个月的新低。如果再拆解一下，我们就不难发现，税基的萎缩，价是主要的罪人，需求不足，供给不减，甚至过剩，各项价格指数的全线下降。5月份 PPI 同比下降了1.4%，这个是已经连续32个月运行在了收缩通道之内。5月份的 CPI 同比小幅反弹了0.3%，但是仍然处在53个月来的收缩通道里面。5月份一线城市在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3.2%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9.3%，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3.7%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7.5%。经济以价换量的特征非常明显。我们再来看看企业端，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项啊。1到5月份，
作为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收入3.01万亿，同比下降了6.1%，已经连续1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之内。1到5月份第二大税种企业所得税2.24万亿，同比下降1.7%。注意，今年1到4月份企业所得税增速还有0.9%的正增长，5月份就下拉到了负的1.7%，这说明5月份企业的盈利是在恶化的。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下降，我们把它拆解一下，罪魁祸首还是价格，主要由于 PPI 持续负增长，对企业营收和利润造成了较大的压力。5月份 PPI 同比下降1.4%，连续19个月为负。价格下行导致名义增长低迷，一季度名义 GDP 的增速只有4.2%，明显低于5.3%的实际 GDP 增速。一季度 GDP 的平减指数负的1.1%，这已经是连续4个季度为负了，反映的是什么？反映的总需求不足，价格下行，成本增加，所以导致结果是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只有5%，处于2011年以来同期的低位，仅仅高于2023年和疫情爆发的2020年。总体来看，价格低迷下，名义增长乏力，导致企业的营收和利润明显承压。我们最后再看一看以法末收入为主的非税收入。2021年，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从高位掉头向下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持续大幅下降，以它为主要来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有着明显萎缩。2022年、2023年、2024年1到5月份降幅分别是20.6%、9.2%、4.8%。在卖地收入大幅下滑的背景下，各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也入不敷出。1到4月份，我们统计了一下，全国31个省市，除了上海的财政自给率超过100%，达到了124%，其他30个省市都是收不抵支的。这导致了一个结果是，1到5月份非税收入包括罚款同比增长10.3%，比4月份9.4%的增速提升了0.9个百分点，而且这个趋势从2023年12月份以来一直在抬升。政府也是一个经纪人啊，在税收下降的情况下，非税收入增长是一个大概率会发生的正常现象。但是正常不意味着健康，以罚没收入为主的非税收入增长，大概率会让正常的经济活动环境生态变脆变弱，它会制约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，会进一步反噬主要税源的疲软。以上给予税收维度的分析，其实共同指向都是我们的经济活动总体仍属健康，但需求不足还是比较明显，尤其是居民部门的需求不足，这是当下经济最急迫需要改善的问题。而改善需求着重点必然是提升居民收入在 GDP 中的分配比重。居民有钱了，增加消费，社会供需改善，价格就会提升，企业盈利就会增加，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，财政税收自然也就会好转。这个突围的具体细节，我们下期再来解剖。我是葛龙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清醒的人。虽然有时候太清醒了，也会伴随很多苦恼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稀里糊涂、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。